我在印度待了30天，走过了混乱的北印度，看过尸体，吃遍路边小吃。从一开始喝水就头痛，到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觉得自己得到了印度 buff。这次来到了班加罗尔，这里全是科技公司的大城市，走过商业街区和餐厅，觉得这里真的包容性很高，文化也开放，相当松了一口气。但却没想到，在今天的城市探索，却让我走进了在印度这趟旅程中最不舒服，让我感受到最多恐惧的街区。准备好了吗？那就跟着我一起去感受这种恐惧吧。开始喽！这个镜头无法展现，我走过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看我，每一个人。好，今天是我 City Tour 的一天，要来探索一下 Bangalore。我觉得班加罗尔最棒的是非常的国际化。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重点是这里虽然是一个大城市，但是他们的人呢还是非常的友善。我没想到的是，刚才所说的一切就在这个我口中国际化包容城市班加罗尔中被一一打脸，而且这是我在印度感受到最多恶意跟恐惧的一天。这一站叫什么 Coupon Park，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但我刚刚听那个语音，它好像不是这样念，但我就忘记了。哦，这个是解谜游戏啊，这应该是这个城市的下水道跟好酷哦，看起来是哦，哇，这个画的蛮不错的耶。刚才有一个女生啊，就是她看起来身体很不舒服，然后她跟另外一个女孩子，我确定他们俩不认识。她问她说，跟她讲了一些话，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就把她包包里的水给她喝，所以看起来是她问她说你有没有水。然后看起来还是很不舒服，然后就有一个西装男就过来就说你还好吗？那女生就说哦我没事，但她看起来真的很痛苦。然后这个西装男就帮她跟旁边的人说可以给她一个位置吗？我就觉得他们之间的那个和善的态度是很温暖，真的是太感动了。竟然有地图，我的天哪！就要从 A 出口走上去，那个 Russell Market 在这个上面。个人感觉这里好像比较乱一点点，因为刚才那边就是有一个垃圾场，然后外面就比较脏，然后还有2个司机好像在吵架，不太知道是在吵架还是在玩，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吵架，我就快步离开了。但旁边路人又很淡定，不过这边很热闹。而且也很多女生单独在路上走，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晚上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这里应该不太能一个人来。那这附近应该也是 Bangalore 的老市区，意思就是它可能还比较传统，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到底这边怎么样。就是会感觉这边的人啊，衣着啊，跟精神状态啊，然后也有比较多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这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了，是有差别的。还有他们看外国人的眼神就更加的好奇。而我必须说，身为一个独旅者，你真的完全要相信自己的直觉跟判断。而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街区发生第一件让我不舒服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个人来跟我拍照，其实在印度非常多人都会来找我拍照，基本上我是不太会拒绝的。然后他在自拍的时候一直这样冲捶他的然后拍完之后他还就是要拍我一下，然后就马上闪开，然后跟他说 fuck off， 真的是。而这次也是第一次我在印度遭受到这种不舒服的事件。然后这边感觉比较多穆斯林的社区，所以我觉得可能这里会相对保守一点吧。因为我其实在班加罗尔别的地方都没有人要找我拍照啊，这次是第一次。然后这边的街上都又出现牛了，酷。哇，这个教堂好尖，好尖。我只说出好尖，是因为其实经过拍到事件过后，我就有一点紧绷。虽然教堂里头的宁静让我短暂获得救赎，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就在猜想，这个地区啊，有可能会再让我感受到不舒服。不过这个区域的人又很多，应该不至于危险，所以我就打算尽量小心。如果真的危险的话，我就会直接撤退。然后一路走的时候，我都会开着摄影机，绝对不会做任何的停留。好吧，继续前往 Russell 市场，然后我觉得我要做好一些心理建设，就是这里可能比较原始一点，所以我已经把我衣服的扣子扣起来了。
天哪，牛牛！哇，牛牛流口水，牛牛。应该就在前面的右手边，快到了。我之前说过的那个理论呢，世界上的好人一定是比坏人来得多，只是你现在处在的地区到底好人的密度跟坏人的密度是怎么样啊？我们先不要说好坏吧，我们就简单讲教育水平好了。这里的话，我觉得明显就会比较低，所以我自己就要格外小心一点。但现在是白天，而且天气很亮，然后也非常多单独女性，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只是身为一个外国人来讲，可能会觉得比较可怕。哦，到了 Russell Market。来这里之前呢，我只知道这是建于1927年，然后是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一个市场。我期待的是可以在这里看见老班加罗尔的样子，也可以了解当地生活真实的样貌。那时候的我对于穆斯林社群街区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不晓得一旁的街区是穆斯林重要的集散地，而多元文化的共存其实并不代表多元文化的平等。这个镜头无法展现，我走过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看我，每一个人，这个感受太强烈了，我觉得比在北印度更恐怖。真的卖鱼的，哇，那就这样放不会坏掉吗？那螃蟹都死了呢，那干啥？哦，这是他们的鱼市，哇，这边很臭。这边味道超臭的，哦，超臭的，哇，这超臭，我快吐出来了，真的，不夸张，哦，不夸张，我快要吐了，这边真的超臭的，天哪！这边真的脏，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过苍蝇密度这么高的地方。我真的快吐了，我还没缓过来。有料，有料啊！闪人了，闪人了！哇，漫天飞舞的老鹰耶，好屌哦！哦，天哪！我觉得这里可能是那个穆斯林的区啊，就是女生比较不会一个人在这边走，所以我现在走在这边，大概就是又没有蒙脸，因为这边女生都会蒙脸。我觉得我应该是非常非常突兀的，对，全体注目礼的那个感觉。那天的我是整条街上唯一没有穿着传统服饰蒙脸的单独女性，几乎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落在我的身上。我知道那不是友善，也不仅止于好奇，而是带着审判意味的凝视。我能感觉到他们在看我，而且我无处可躲。那一刻我也没有选择，只能装作没事，快步地离开这个街区。我不能停下，不能回头，也不能掏出手机，不能显得害怕，只能让双脚带着我走出去，用镇定掩盖心跳。这是我第一次在旅行中真切感受到压抑与恐惧，不是因为这座城市，而是那些一道道的视线在我身上刻下的陌生与敌意。我等一下走到前面我就要闪了，因为我不想在这里用手机看路，因为我在这边看路的话，可能会看起来就是很无助的样子。我现在就是要继续那个鸡歪的脸。我知道了，刚才那个哥啊，就是刚才跟我自拍照相的那个哥啊，我现在觉得他是帮助我的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不会对这个街区这么有警觉性。所以其实我要感谢他，我因为他的关系，我刚刚把衣服扣起来，然后非常注意周遭的一切，就是很小心。确实这个街区也要比较小心一点。好了，我觉得我差不多要闪了，我要撤了，我要走到一个大马路上，然后包容性高一点的地方。啊，要选择政治正确的词真的是不容易。啊，天哪！我必须得说，这个街区啊，所有的女生都是蒙脸的，然后一直有人想跟我讲话，真的是。
只是这个注目礼有点太多。我踩到什么？这里真是我最崩溃的一天。我要回家了。闪了。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觉得你很不习惯，可是人家也很不习惯你啊。人家想说，靠，我们这边女孩子都蒙脸，你不蒙脸很没品可能就这种感觉吧，所以就一直看我，觉得果然是一个就是不遵守礼节的女性。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反正他们看我的表情都是这样。被注目是会有感觉的，就是一个人看你，跟10几个人看你，而你那种感觉很明显，就是你一走在那个街上，所有人一起看你，而且你知道那个眼神不仅止于友善跟好奇的，就是他们是这个人是怎样那种感觉，但也有可能是我给自己加戏，搞不好他们都很友善，我不知道，我没跟他们接触。我现在一走过来，就所有人都在看我。好了，走回大陆。好了，这里已经开始有一些印度本地人是没有蒙面的，我觉得好多了，太好了，而且有年轻的像学生一样的女生，我很想跟他们走在一起。对，真是松口气。说实在这次来这个市场啊，是我目前到印度以来，就是感受到最多不友善眼光的一次。在班加罗，我真的是没想到，因为可能是我松懈，因为 Bangalore 就是国际化，很包容，可能我也有点大意，所以才会这样子。那就是旅行嘛。总算逃出升天，来到一间水果摊。太用心了吧，小哥，这一份40真的假的 ？I'm sorry. Yeah. 西瓜、木瓜、苹果、凤梨、香蕉、火龙果，还有这个不知道一个什么腌制的，这样40卢比。哇，它撒的是香料盐、芭乐加那个甘梅粉，会有点咸咸的感觉。刚刚那街区有可怕到极度不友善，赶快吃个水果压压惊，吃个甜的，多巴胺刺激一下，完美，吃饱走人。今天是我人生求道的第32天，也许是我有些自豪，觉得自己已经慢慢适应了印度的节奏与风景。于是宇宙送来了一课，提醒我，不论在哪里，一个独行女子永远都要留一份警觉。所谓的安全地带，正是让人放下防备的地方，而意外总是在我们以为万无一失的时候发生。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遭遇到不预期的触碰，虽然闪过，但我仍被吓了一跳。身为来自安全台湾的我，本能的感到不安与恐惧。我知道这不是整个印度的缩影，但它确实就发生在我的身上。讽刺的是，正是那位令人不舒服的叔叔，让我在踏入某些街区前重新警觉，扣起衬衫的纽扣。否则，我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忽然想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旅途总是如此，不如意未必是坏事，有时反而引导我们看见更深的真相。我学到的是，文化冲击从来不是单向的。我震惊于这些女性必须将脸蒙住，只露出眼睛，而她们同样也困惑，为何这个女子能毫无遮掩地行走在街上。每一次的文化冲击都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演绎出他人对秩序、信仰与社会规范的坚持。愿你我走过的每一座城市都能少一份偏见，多一份理解，在差异中看见彼此，也在尊重中学会共存。我是彩玲，现在在印度独自升级，我会持续旅行，直到绕地球一圈。记得订阅追踪我，我会继续把旅途上的好运跟故事通通带回来给你。我们下次见哦，拜拜。